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第一眼，我是阿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看一双刚刚发布的，理论上还没正式发售，我们录制的时候，那一双白色版本的 Peace Minus One 和 Nike 联名的 Paranoise。OK， 我们先来看看鞋盒，鞋子先放在这。鞋盒的话，跟上一双黑色版本的差不多，它也是一个抽屉盒 Nike Lab 的。这样的一个黑色盒子的包装，只是两边它们改成了在鞋子上、鞋垫上都可以看到的权志龙的作品吧，一个画作的这样的一个花纹。然后盒子上呢就是鞋标，鞋标也不过分说了，因为我们之前肥姐已经做过黑色版本的那双鞋子的一个开箱了，我就很多基础的信息我不多再介绍了，比如说里面的 Just Do It 这样的一个改成韩文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包括他们把注册商标的那个小圆圈改成了权志龙的个人 logo 等等等等。我们来看看鞋子吧，因为为什么又把这双鞋子拿出来做一次呢？一个是鞋子上跟上一双有一些小的变化，另外一个也是我们前一阵子，其实说前一阵子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跟权志龙一起，还有很多亚洲的吧，比如说韩国的啊，然后日本的，还有我们这边中国的，我们去参加了一个他的访谈，在这里面他又聊到了关于整个 Paranoise 或者是说它的 Utopia 这样的乌托邦等等等等这样的概念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然后也蛮能代表权志龙这个人目前的一些想法和状态的。我觉得有必要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再多聊一下，因为这双鞋子可能大家觉得说它就是一双上面可以剥落的带着一个小雏菊 logo 的这样的一双鞋子，但它背后还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的。我们想主要的来给大家讲讲这方面的东西。我们还是先看看鞋子。那这次他们把鞋子做了一些修改，或者说你可以有点像做一个反色，原来黑色的地方变成了白色，原来白色的鞋带变成了黑色，然后包括这个鞋舌上的菊花的雏菊的这样一个标志也是变成了黑色的花瓣，跟上一次白色花瓣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在鞋侧面中底的这个位置，它是有一个人手工画上去的，你可以理解为在制作这个步骤的时候，是工厂的工人手工去画上去的这样一个有点像用毛笔或者是说用刷子刷上去的这样一道。那每一双鞋子的这个部分都是随机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也就是它不是批量生产的。也就是说，你看我手上的这两只，它是不一样的。你如果再拿一双过来，它也依然是四肢不一样的，因为每一个都是单独做的，所以这个也是成本蛮高的一个地方吧，因为你需要让工人来培训控制这个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鞋子上还是有很多细节的，我这双鞋子是从我一个朋友那里借过来的，那他拿到手他已经迫不及待的穿了，应该是有2天半的时间就被我借过来了，很感谢他。那你能看到才穿了2天半，它的这个比较容易弯折的这个区域已经都裂开了，已经露出了里面的图案。然后根据我们了解到的呢，它跟黑色那个版本里面图案大概是一致的，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把外面这一层由黑色变成白色，然后一些细节做了一些更换。那在整个这个 Digital Talk 或者说这个线上发布会的过程中，权志龙也聊了一些东西，那我在这里也分享一下，因为那个视频是不允许被放出来的，有声音的版本，所以我想在这里转述一下吧。首先我们先说这个花瓣吧。他们其实一直在用这样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是一个雏菊的图案，在上面呢少了一半，少的这一半，它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精确的位置，因为它指着8点钟。如果它这是一个时钟的话，指着8点钟的方向。8这个数字对于权志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数字。他是88年出生的，8月18号。他个人也非常喜欢8这个数字，所以才是8点钟的方向。包括他个人的 logo， 它是一个 peace 的 logo， 去掉了一横，唯一留下的那一横也刚好指着8点钟方向，跟这个菊花少的那一半也是完全一致的。那他在聊到这个花的时候，他说花给人的感觉是很美好的，但你又会觉得，当看到花，比如说缺了一半之后，你又会觉得这样美好的东西带着一种哀伤的气氛。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权志龙在整个访谈中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作为一个艺人，作为一个流量非常大的明星，他给我的感觉已经逐渐上升到了在用哲学的很多理念去思考各种各样的事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他做的产品会让你觉得当中蕴含了很多鞋子背后的东西。然后呢，关于这个
掉漆的这样一个设计，其实在上一次发布那双黑色为主的鞋子的时候，他已经说过一些了。然后在昨天的分享会，他又有说了一点，就是他觉得事物也好，人也好，都是有非常多面的。那有的时候这个面又是不断的变化，所以他希望这个鞋子有点像影射这种感觉，它是有下面的那一面的。那它在掉的过程中，每个人穿着它，导致最终的效果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双鞋子在穿着之后，又会变成各不相同的一个样子。那这也对于他想表达这个概念是一个不错的诠释。说起掉这件事情，他也分享了说，白色的这一双，它会比黑色的更容易碎掉，更容易剥落一些。对，然后权志龙也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有特意强调，这不是你买到了质量不好的鞋子，是权志龙希望发生的事情，并不是质量的原因。他一直在强调，这不是你买到了质量不好的鞋子。所以你看，我的朋友已经才穿了2天就已经掉了很多了，然后甚至有的人可能买到这双鞋子刚打开盒，你能看到像鞋帮这地方会有一些裂缝。然后想说一下关于 Paranoise 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是整双鞋子因为太过火爆被忽略的一点，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他说你的人生的每一个瞬间，如果都把它比喻成一种声音的话，各种各样的声音组在一起，其实听起来会像一个噪音。对，那他前面加了 para 这样一个前缀 ，paranoise， 那他希望这个声音其实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更积极的这样的一个声音。他还表达说，就是你会觉得过去的很多经历的瞬间，造就了今天的你，而你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瞬间，也会造就你的未来，你以后的样子。就他觉得你要珍惜现在这个瞬间。你要知道现在的所有的一切会影响到你的将来，所以他希望说到头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对现在的这个瞬间有点像及时行乐，或者说你要对现在这个瞬间保有这样很珍惜的这样一个态度，这也是我觉得他哲学的一部分。这次发布会上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他要求所有参与发布会的人都在视频里去，好像在打一个电话会议一样，像在视频通话一样。但是呢，在整个现场的布置，他们的背后就是每个人的视频的这样的一个直播。所以说，他们的背景就是无数个视频的对话框拼成了一个很复杂的、很多人脸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这跟他的 Paranoise 这样的一个概念也是很符合的。我觉得这个设置是很好的，就是很多不同的脸，很多不同的声音组在一起，看起来像一个 noise， 但它又是成为整个事件的一个原因。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我其实一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又选择了白色？可能很多人会说啊，你就是为了单出一个新的配色来去赚更多的钱也好，卖更多的产品，然后只是换了个配色。但你去看他上一双鞋子那有一部小的片子，他在讲这双鞋子的概念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有点像在视频里重新制作他的这双鞋，在鞋子上面用一些彩色的油漆画，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图案在一双纯白的鞋子上，然后他最后用了一个黑色的油漆整个倒上去。他给的解释是，他说他之前用黑色推翻了白色画布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他这一次又想用白色的鞋子去推翻他上一双黑色的这样的概念。对，我不知道这当中绕来绕去，有点像刚才说的这个花看起来很美好，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花会让你觉得哀伤。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瞬间吧，就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特别美好的时候，你反而会有点伤心，有的时候你会担心失去这个美好的瞬间，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当它到极致美好的时候，你反而会觉得有一些失落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权志龙想要在这双鞋子的创作过程中，或者呈现出来一个他目前的这种很复杂的思考的、很哲学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当然我也第一时间发了微博，是关于他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穿了一双红色的这个鞋子。他后面也在 Instagram 上自己发了这双鞋子的照片。你能看到他发的那一双绝对不是一个自己 DIY 的鞋子，而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一双鞋。因为后面的鞋跟包括花，包括很多的鞋舌的皮料的设计，它都是有改变颜色的，应该就是会有红色的这双鞋子，有点像前一阵子耐克的峰会上，他提前穿了这双白色，大家都在讨论。那在这次发布会上，他又穿了红色的，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来说，好像红色的鞋子之后也会发售。我不知道大家对于那双鞋子是怎么样的看法，他又会怎么样解释那双红色的呢？无论怎么样，我个人是很喜欢白鞋的，我觉得这双鞋子我是特别喜欢。然后这次直播过程中，主持人有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希望什么样的人来穿上这双鞋子？他的回答还蛮有意思，他思考了一阵子之后，他希望能看到自己不同辈的人穿上这双鞋子，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他说如果他在车里面看到，如果有一个年龄很大的他妈妈这样的年龄，或者是爷爷奶奶这样年龄的人穿着这双鞋的话，他说他绝对会下车去跟他一起拍一张照，这是他的一个回答，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他的各种各样的回答让我觉得他进入了一个思考自己人生意义的这样一个阶段，让我觉得这双鞋都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一点。最后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现场有非常多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他在尝试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他先用韩文，然后又说中文，他可以说中文。当然，这可能因为我不是他粉丝，可能他的粉丝觉得他一直都是这样，他可以说很多国的语言，但这让我觉得很震惊，就他可以同时用英文、韩文、中文，在同时非常地道的跟大家打招呼。我想你们这个让我还是蛮震惊的。对，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非常喜欢它。OK， 关于这双鞋子的细节我没有说太多，其实大家都知道。然后鞋底本身就是脏的，你买过上一双你应该也知道，然后也不是脏的吧，就感觉是有油漆画过的。然后他在那个视频里面，其实你会看到他脚上穿的那双鞋子，因为他在现场作画的原因，会沾上非常多的彩色的其他颜色的东西。我倒是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动手改造一下这双鞋，或者是说你故意去做一些跟绘画呀、油漆啊有关系的东西，可以让这双鞋子看起来非常的不一样，把它变成属于你自己的一双鞋。我觉得这也是他本人权志龙来希望变成的一个样子，就是你可以不仅把上面的这一层东西剥落掉，穿成属于你自己的样子，那你也可以再往上面附加一些东西，让它变成有你更多印记的这样的一双鞋。OK， 以上呢就是关于这双鞋子我们想给大家看的和聊的。那么关于这双鞋的发售信息呢，我们会放在视频现在的画面上和下面的文字区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最后就是祝大家买到喽，拜拜。